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 New Street Research 将 Nvidia 股票评级下调至中性，原因是其估值过高。分析师皮埃尔·费拉古表示，在 157% 的年初至今涨幅后，股票上涨空间有限。下面这条，6月份就业报告好于预期，美国新增就业岗位 20.6 万，超出预期19万。接下来，法国议会选举第2轮投票后，马克龙总统权力受损，无法在国防和外交事务上自由发挥，法国可能出现分裂议会，总理难成威胁，或极右势力获胜，由巴尔代拉担任总理，制约马克龙。接下来这条，欧洲央行官员马迪斯·穆勒表示，由于工资涨幅和服务价格增长依然高企，因此政策制定者在进一步货币宽松政策上必须保持谨慎。接下来，英国工党在大选压倒性获胜，结束了保守党14年充满动荡的执政。然而，胜利的喜悦将被政府面临的经济挑战所掩盖。下一条，工党时隔12年重新执政，承诺解决经济问题，但首先需要筹集资金。一些问题可推迟到明年解决，但一些危机则需要立即应对，如公共部门薪酬、燃油税以及医疗和监狱 funding。IMF 估计，解决短期问题需要100亿英镑，长期解决公共服务问题需要200亿英镑甚至更多。但英国国债率接近 100%， 税收负担创数10年新高。新任财政大臣如何筹集资金？让我们关注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后，中国对欧洲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。回应欧盟行为， LVMH 首席财务官表示，贸易战会产生连锁负面影响，欧洲必须团结起来，不要成为全球化的失败者。下面这条， ASML 前 CEO 认为，美国和中国在芯片上的争端基于意识形态，而不是事实，并将持续下去。该公司以游说阻止出口限制过严，并向中国政界人士抱怨其知识产权未受尊重。接下来，全球经济界领袖在近期会议上纷纷表达对政治局势的担忧，认为地缘政治风险已成为资本配置的重要考量因素，并可能对投资产生长期影响。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全球各地的选举局势、冲突和紧张局势，认为这些事件可能引发结构性的政治动荡，对投资市场带来重大挑战。接下来这条，民主党捐款人对拜登竞选连任感到担忧，一些人选择支持拜登，而另一些人则考虑重新考虑。一些捐赠者持开放态度，等待更有利的候选人出现。下一条，Meta CEO 扎克伯格爱国主义的视频赢得粉丝赞誉，但遭竞争对手埃隆·马斯克批评。扎克伯格身着燕尾服，炫耀美国国旗，马斯克则嘲讽他沉迷游艇。让我们关注，比亚迪将收购其在泰国分销商 Rever Automotive 的 20% 股份。泰国是比亚迪继中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，也是比亚迪的电动汽车领导市场。最后这条是，大银行在商业房地产领域表现不佳，特别是租赁物业贷款方面，不良贷款率高于 4.4%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